秦始皇死亡之谜，岁月如流水匆匆流淌，身处其中，我们犹如沧海一粟。千百年历史，无数风云人物随着历史长河烟消云散。秦始皇作为我国封建王朝的第一位帝王，为中国的统一民族融合、社会发展创下了辉煌功绩。但是，就算是这样一位具有丰功伟业的帝王，他也是肉体凡胎，逃不过生老病死命运的轮盘。作为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千古一帝，他的身上有很多的未解谜团，而本集我要探讨揭秘的就是他的死亡之谜。关于秦始皇的死因，历史上存在两种说法，一说他是突发疾病，死于第5次东巡途中，但是这种说法显然无法被大多数人认可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秦始皇38岁完成一统壮举，按理说在此后的10余年间，秦始皇的身体应该处于一种巅峰状态。即使是他身处医疗水平极其低下的秦朝，但作为站在权力巅峰上的男人，他享受的是众星捧月、至高无上的生活水平，而他配备的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顶尖医疗团队。而且根据历史记载，秦始皇生来孔武有力，身体健壮，怎么都不应该在正值壮年的时候离奇身亡，并且死因不详，死后秘不发丧。不过认可秦始皇突发疾病死亡这一说法的人，则认为晚年的秦始皇非常痴迷于求仙问道、炼丹求药，再加上常年征战，秦始皇的身体早已经是不堪重负，已经是强弩之末了。另外加上东巡途中的舟车劳顿，水土不服，发病而亡的可能性非常之大。而认为秦始皇是被谋杀的一方，以著名的历史学家郭沫若为代表，他认为秦始皇死的蹊跷，谋杀的可能性大于自然死亡。郭沫若先生也将他的猜测写入了小说《秦始皇之死》，说秦始皇死亡时，发现耳朵里有一根长钉，流着黑血，而且在始皇死后，宠臣李斯密不发丧，反而叫公子胡亥购买鲍鱼，来掩盖尸体的腐烂气味。秦始皇死后，蒙恬公子扶苏相继被杀，最终原本资质平庸、毫无继承大统希望的胡亥登基为帝，令人扼腕叹息。这一切发生的太过突然，所以不得不让人大胆猜测，胡亥谋杀了父亲，夺权篡位。但还有人说，是秦始皇贴身的太监赵高投毒，害死了始皇帝。因为公子胡亥只不过是赵高玩弄于股掌之间的一个傀儡罢了。秦始皇的死亡真相究竟如何？他早已尘封在历史当中了，这也是历史让我们着迷的一个原因。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